你手里那粒鱼油可能正在白白浪费，不是因为它是假货，而是因为您吃错了时间。我叫李浩然，在医院待了整整40年。这40年里，我见过太多人花了几千块钱坚持吃了好几年，效果却连30%都达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件事几乎没有人告诉过您，早上吃和晚上吃吸收率能差整整3倍。您没听错，就是3倍。同样的钱，方法对的人，心脏和血管都得到了保护。方法错的人呢？说难听点，就是在帮马桶补充营养。我亲眼见过一位张阿姨吃了整整8年鱼油，血压还是高。她来问我，宋医师，这东西是不是根本没用？我问她怎么吃的，她说每天早上空腹吞1粒，就这么简单。就这一个错误，让她8年的坚持大半都打了水漂。您想想，一瓶食用油能直接喝进去就吸收吗？不能。鱼油也是一样，它是油，是脂溶性的，必须跟着饭菜里的脂肪一起，肠道才能好好吸收。空着肚子吃，就像往空锅里倒油，锅里什么都没有，油全漏出去了。接下来我要把这个花钱都未必能买到的秘密全部告诉您，不只是什么时候吃，还有3个致命错误，90%的人现在还在犯。如果您不想让钱和健康继续打水漂，请一定看完。先说说这粒小小的鱼油到底能帮您什么？很多人知道它好，但好在哪里？说不清楚。今天我给您讲透。第一个好处是保护您的心脏和血管。咱们这个年纪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突然有一天心脏出问题，脑子出问题，中风、心梗。这几个词一听就让人心里发慌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根源在于血管堵了。我给您打个比方，您家里的下水道用久了会不会堵？油污、头发、垃圾慢慢积在里面，水就流不动呢。血管也是同样的道理，血液里的坏脂肪、坏胆固醇，就像这些脏东西积多了就粘在血管壁上，时间一长，血管变窄、变硬、变粗，血流不动，压力就大，血压自然就高了。心脏为了把血推出去，必须更用力，心脏累了就容易出问题。血管脆了，一旦破裂，那就是中风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我在医院40年亲眼看到的真实情况。鱼油里有个宝贝叫 EPA， 它就像专门清理下水道的工人，能帮您把血液里的坏脂肪降下来，血液不那么粘稠了，流动就顺畅了，血管也能慢慢恢复一点弹性。我有个病人叫老赵，今年60岁。3年前他突然胸口疼，差点没救回来，医生说是心梗的前兆，再晚一点就危险了。从那以后，他每天按时吃药，也坚持吃鱼油。前2个月来复查，各项指标都稳住了。他跟我说，宋医师，我现在每天还能去公园快走半小时，心里踏实多了。您看，鱼油不是包治百病，但它确实能帮到您。第二个好处是保护您的脑子，这一点很多人容易忽略。您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东西放哪了，转头就忘，想说的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，跟人聊天突然就接不上话了。这是因为咱们的大脑也在老化，如果不管它，老化会越来越快，严重的就可能发展成老年痴呆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老人，刚开始是忘事，后来连家人都认不出来了，那对家人来说才是最深的痛苦。鱼油里还有另一个宝贝叫 DHA，DHA 是大脑神经细胞最需要的营养。我再给您打个比方，大脑就像一部精密的机器，里面有无数零件互相连着，这些连接的地方需要润滑， DHA 就是那个润滑油，有了它，大脑运转得更快、更灵活，记忆力和反应力都能保持得更好。我有个病人叫王阿姨，今年68岁，她女儿带她来找我说特别担心，因为王阿姨最近总是忘事，有时候连孙子的名字都叫错。我检查了一下，暂时还不严重，但确实有轻度的认知下降。我建议她多动脑，同时每天坚持吃鱼油。她女儿很孝顺，买了好的鱼油，每天监督着吃。半年后再来，女儿说变化特别大，不仅能记住孙子的名字，连上次看病我说的话都记得。王阿姨自己笑着跟我说，宋医师，我现在脑子清楚多了，跟人聊天也不怕了，保护大脑真的要趁早。第3个好处是帮您减轻关节的疼痛，人脑腿先脑，这话你一定听过。膝盖疼、腰疼、肩膀疼，咱们这个年纪多多少少都有，天气一变就更难受。
有时候早上起床腿都不敢弯，上下楼梯膝盖疼得要命，这是因为关节里有慢性炎症。鱼油里的 Omega-3 有很强的抗炎作用，能抑制那些引起疼痛和肿胀的物质。我有个病人叫李阿姨，62岁，膝盖疼了将近5年，走路要拄拐杖，上楼更是困难。医院说是退行性关节炎，没有特效药。我建议他试试鱼油，配合一些简单的拉伸锻炼。他坚持了3个月，有一天来找我，特别高兴。他说：宋医师，我现在走路轻松多了，上楼也不用人扶了。前2天还陪孙子去动物园玩了整整1下午呢。看到他这样，我心里也高兴。老年人最大的幸福，不就是能陪着孩子们享受天伦之乐吗？好，现在您知道鱼油对心脏、对脑子、对关节都有帮助了。但我得告诉您一个残酷的事实，如果吃法不对，这些好处您一个都得不到。下面3个错误，90%的人现在还在犯，您看看自己中了几个。第一个错误，空着肚子吃。早上6点，闹钟一响，第一件事就是抓起鱼油，倒杯温水，咕咚一口吞下去，然后才去洗脸刷牙，准备早饭。您是不是也这样？如果是，那您就错了。鱼油是油，是脂溶性的，必须跟食物里的脂肪结合，才能被肠道吸收。空着肚子吃，肚子里什么都没有，鱼油进去找不到依附，很快就被排出去了。就像往空锅里倒油，油全滑出去了，锅里一点没留。这样一来，吸收率非常低，可能连2成都不到。而且空腹吃鱼油还会刺激肠胃，有些人会打嗝，嘴里有鱼腥味。有些人会恶心，肠胃敏感的人甚至会拉肚子。我有个病人叫刘老师，56岁，吃鱼油吃了4年，每天早上空腹吃，结果呢，经常打嗝，嘴里总有股鱼腥味。他以为是鱼油质量不好，换了好几个牌子，还是一样。后来他来看胃病，我问起他的习惯，才找到了问题所在。我跟他说，刘老师，以后别空腹吃了，吃完早餐隔10分钟再吃，保证没事。他试了2个星期再来，特别高兴，说宋医师真的不打嗝了，也没腥味了。我这4年冤枉钱没少花啊，所以千万别空腹吃鱼油，一定要跟着饭一起吃。第2个错误，晚上吃得太油腻，还配着鱼油吃。有些人听说不能空腹吃，就想那我晚饭的时候吃总可以吧？这个想法对了一半。如果您晚餐吃的清淡，那完全没问题。但如果晚上是红烧肉、炸鸡、大鱼大肉，再吞1粒鱼油，那就麻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晚上身体准备休息了，消化系统的功能也在减弱，吃得太油腻本来就是负担，再加上鱼油，就是让一个已经累了的工人继续加班，这样不仅影响睡眠，还会加重肝脏的负担。特别是有胃食道逆流、消化不良的人，晚上这么吃更容易难受。我有个邻居叫老陈，60岁，每天晚上都吃得很丰盛，红烧肉、炖排骨，一顿能吃2碗饭，吃完再吞1粒鱼油，结果经常半夜胃疼睡不着觉，他以为是胃病来找我看。我问了他的饮食习惯，马上就知道问题在哪呢。我跟他说，老陈，晚上吃太油了，想晚上吃鱼油，晚餐就必须清淡，1碗粥，1条清蒸鱼，再来点青菜就够了。他照着做了1个月，胃疼好了，晚上也能睡得安稳了。所以想晚上吃鱼油，晚餐清淡是铁律，必须记住。第3个错误，觉得好东西就得多吃。有些人听说鱼油好，就自己加量，一天1粒不够，要吃2粒、3粒。还有人买了好几种补充剂一起吃，觉得效果更好。千万不要这样，鱼油虽好，但绝不是越多越好。一般来说，成年人每天摄入1000毫克左右的 EPA 加 DHA 就够了。市面上1粒质量好的鱼油基本就能满足这个量。如果吃太多，最大的风险是让血液变得太稀。血液太稀，一旦有伤口就很难止血，特别是正在吃阿司匹林这类药的人，2种东西叠加，风险就大了。另外，如果您要做手术，一定要提前告诉医生您在吃鱼油，最好手术前2个星期就停掉。我有个病人叫周先生，63岁，觉得鱼油好，就自己加到每天3粒。有一次去看牙医，拔了颗牙，水流了好久都止不住。牙医问他吃了什么药，他才想起每天吃3粒鱼油。牙医赶紧让他停掉，这才慢慢好转。所以鱼油真的不是越多越好，按照说明书的剂量来就够了。好，这就是3个最常见的错误。您现在停下来想一想，自己犯过吗？如果有，也不用担心，从今天开始改就行了。
那到底应该怎么吃？黄金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？我现在给您答案。先说一个大前提，这条铁律必须记住，不管您选早上还是晚上，鱼油必须随餐吃，或者饭后马上吃，而且要跟有脂肪的那一餐搭配在一起，这是大前提，记住了吗？如果您最担心的是心血管健康，那就选早上吃。为什么？因为睡醒之后，身体全面启动，血液循环开始活跃，血压也会自然升高一点。这个时候，随着早餐吃一粒鱼油，里面的 Omega-3能很快被吸收进血液，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，让血管保持弹性。这样一整天的心血管都能得到保护。什么样的早餐算是有脂肪的早餐呢？很简单，一碗豆浆加一个煮鸡蛋，再来几颗核桃，或者一碗小米粥加一个煎蛋，几片全麦面包。关键是要有点蛋白质，有点好的脂肪。还记得开头说的张阿姨吗？她就是改成早餐后吃鱼油，配着一个鸡蛋。2个月下来，血压稳定多了。如果您主要的困扰是关节疼痛或者睡眠不好，那就选晚上吃。为什么？因为身体在夜间睡觉的时候会进行深度修复，这是身体的黄金修复期。Omega-3 强大的抗炎作用在这个时候发挥得特别好，能抑制夜间的炎症反应，帮助减轻关节疼痛。很多老人反映晚上吃了鱼油，第二天早上起来身体感觉轻松多了，腿脚也灵活一些。而且 Omega-3 还能帮助改善睡眠质量，让您睡得更深更沉。但请记住，搭配的晚餐一定要清淡，一碗杂粮粥，一条清蒸鱼，一盘炒青菜，千万不要配大鱼大肉。前面提到的李阿姨改成晚上吃鱼油，配着清淡晚餐，1个月后跟我说，宋医师，我现在晚上睡得特别安稳，早上起来膝盖也不像以前那么僵了。那到底选早上还是晚上呢？我的建议是您自己试一试，先坚持早上吃1个月，仔细感受身体的变化，再换到晚上吃1个月，再感受一下，看看哪种方式让您更舒服，效果更明显。身体会告诉您答案的，最了解您身体的永远是您自己。选对了时间，效果就已经提升了一大截，但还有几个小窍门能让效果更上一层楼。这是我这40年总结出来的经验，你一定要听一听。第一个窍门，给鱼油找个保镖，就是维生素 E。Omega-3 虽然是个宝贝，但它有个缺点，就是容易被氧化，一旦氧化了，效果就大打折扣。维生素 E 呢，就像 Omega-3 的贴身保镖，能保护它不被破坏，大大提高它在体内的利用率。怎么补充维生素 E 呢？很简单，平时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就行了。核桃、杏仁、葵花籽，还有菠菜、西兰花这些绿叶蔬菜都是好选择。每天吃一小把坚果，或者多吃点绿叶菜就够了。我自己每天早上吃完早餐和鱼油，都会再吃5-6颗核桃，这样鱼油的效果就能发挥得更充分。你也可以试试。第二个窍门，避开鱼油的天敌，就是茶和咖啡。咱们中国人爱喝茶，很多老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泡杯茶，这个习惯挺好的。但有一点要注意，茶和咖啡里有一种物质叫单宁酸，这个单宁酸会干扰鱼油的吸收，就像给门上了一把锁，好东西进不去。所以我建议，吃鱼油和喝茶、喝咖啡之间至少要隔1个小时。比如早上7点吃完早餐和鱼油，那8点半再喝茶，给身体足够的时间去吸收鱼油的精华。记住了吗？第3个窍门，选对产品很重要。我先说清楚，我不卖鱼油，所以我可以跟您说真话。市面上的鱼油品牌五花八门，价格差的也很远。怎么选？我给您几个标准。第一，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，至少要有500毫克以上才算合格。第二，看纯度，好的鱼油纯度高，杂质少，没有太重的鱼腥味。第三，看有没有权威认证，比如 NSF、IFOS 这些国际认证，有这些认证的质量通常比较靠谱。千万不要贪便宜，买那些特别廉价的产品。鱼油如果质量不好，可能含有重金属，或者已经氧化变质了。这样的鱼油不仅没效果，还可能给肝脏和肾脏带来负担。吃进肚子里的东西，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说了这么多窍门，我还得提醒您几点。有几类人吃鱼油之前一定要小心，不是吓唬您，而是为了您的安全。第一类，正在吃抗凝血药的人。
比如阿司匹林、华法宁这些药，鱼油本身就有稀释血液的作用，两种东西叠加，血液就会变得太稀，这样很危险。一定要先问问医生，让医生帮您调整剂量，或者告诉您怎么吃才安全，千万别自己乱来。第二类，对海鲜严重过敏的人，鱼油是从深海鱼里提取的，如果您对海鲜严重过敏，吃鱼油就可能引起过敏反应。皮肤痒、起红疹、呼吸困难都可能发生。如果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过敏，可以先试一粒，观察一下，没事再继续吃。第三类，肝功能不好或者胆囊有问题的人， Omega-3 需要通过肝脏来代谢，肝功能本来就不太好的话，吃太多鱼油会加重负担。胆囊有问题的人也一样，这类朋友如果想吃，一定要先问医生，从小剂量慢慢来。第四类，准备做手术的人，鱼油会让血液不容易凝固，如果马上要做手术，就可能增加术中出血的风险。一般建议手术前2个星期就停掉，等手术做完，伤口愈合了，再问医生能不能继续吃。看到这里，您可能有点担心，别怕，只要您不属于这几类人，就可以放心吃。就算属于这几类人，问过医生之后也能安全的吃。最重要的是别自己乱来，有不确定的就去问医生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咱们来总结一下。第一，千万不要空腹吃鱼油，一定要跟有脂肪的早餐或晚餐一起吃，这是最基本的。第二，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时间，最担心心血管的就选早上，最困扰的是关节疼痛和睡眠不好的就选晚上。最好的办法是自己试一试，身体会告诉您答案。第三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，不要自己加量，不要乱来。正在吃其他药或者身体有特殊情况的，一定要先问医生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内容，那就是鱼油再好也要会吃，记住这句话就够了。今天说的不只是一粒鱼油，更是一种对待健康的态度。健康这件事不是花了多少钱，买了多少补品就能保证的，关键在于有没有用对方法。很多时候，一个小小的改变就能带来大大的不同。就像张阿姨只是把鱼油从早上空腹吃改成早餐后吃，血压就稳住了。这就是聪明的活法。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上工治未病，意思是真正高明的医生不是等您病了才治，而是在您还没病的时候就帮您预防。这才是养生的真谛。咱们现在年纪都不小了，身体的各个零件也开始慢慢老化，但老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老的不健康，老的没有质量。从现在开始，注意这些小细节，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对，晚年生活一定会轻松很多。想象一下，早上起来吃碗热粥，一个煮鸡蛋，几颗核桃，再吃粒鱼油。傍晚去公园散散步，跟老朋友聊聊天，晚上回家吃顿清淡的晚餐，泡泡脚，睡个好觉。这样的日子多好啊！慢慢来，咱们一起变老，一起变健康。那您呢？您决定早上吃还是晚上吃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输入1代表早上，输入2代表晚上，我会一条一条看，也会回复大家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，请分享给您关心的家人朋友，让他们也少走弯路，少花冤枉钱，这是您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您的每一粒鱼油都物有所值，能让您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。记住，健康不难，只要用心，只要坚持，咱们一起慢慢变老，慢慢变健康。祝您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